一个人想要弄点钱，然后一辈子不工作，其实不需要那么累的，也不需要经常频繁出手的。因为每过一段时间美国就会打开一次金库，让你进去捡钱以前可能是5-6年才开一次，而最近就开的比较频繁，大概1-2年就一次了。而到了那个时候就不能偷懒了，我们就要卷起衣袖，能捡多少就捡多少，因为这个钱会来得更快更轻松。然后你会发现，这开金库的机会对上一次已经是1年多的事情了。而现在整条华尔街的人都在说，下一次开金库的时间又在倒计时了，而且还不到1个月，因为美联储已经没有选择了，9月就一定会打开金库降息了。只要美联储一降息，美元所有的资产就会暴涨，所以现在去买美元资产就等同于提前去买门票。只要一降息，你要做的就是躺着数钱，因为你现在买下来的所有资产就会无脑的暴涨。真的是这样吗？大家好，我是小李生。各位，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让全美国的企业一瞬间利润暴涨呢？首先，有没有可能让全世界的企业他们的收入一瞬间都同步提升呢？是很困难的，对吧？但是却有一个方法可以让全美国的企业一瞬间的成本减少，那就是降息直接把大家借钱做生意的成本一瞬间的降低嘛。也就是说，只要一降息那么全美国企业的财报都会变得更好看。只要一降息美股理论上就会暴涨嘛。那这不就是打开金库吗？但问题就来了，怎么才可以让美联储降息呢？美国政府就说你美联储一直不是说吗？决定降不降息的是要看美国的经济数据。 OK， 那现在我美国政府就直接告诉你美联储，过去3个月你们所看到的数据都是假的。也就是说，你美联储之前靠这些数据做出来不降息的所有决定都是错的。那你要不要赶快打开这个金库，大幅度的去降息呢？还是说你美联储要眼睁睁的看着美国的经济崩盘呢？所以整件事情突然就变得很合理了。就是我美国政府是为了逼你美联储尽快去降息，所以之前才造假经济数据的。比如说非农就业数据从14万人修正到1万多人，就告诉你这3个月凭空创造出来的几十万工作都是假的。而摩根斯丹利也打了个配合，说其实美国的 GDP 增长率有 3%，其实也是假的。因为虽然这个经济数据变得更好了，但经济却变得更差了。什么意思呢？其实很简单嘛，如果我们想让这个 GDP 变得更好，其实不需要去带动什么消费投资而且政府也不需要花更多钱它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去刷一下这个进出口的数据就好了。简单来说嘛，就是把进出口变多，也就是让出口比这个进口多嘛，让我美国卖东西赚回来的钱比我买东西花出去的钱多嘛。而要做到这件事情不就很简单吗？就是给全世界加个关税嘛，让全世界卖给我美国的东西都变贵了，那么美国自然就会去减少买全世界的东西嘛。也因为这样，美国的进口是直接暴跌了 30% 的，所以美国的进出口就增加了嘛， GDP 也就跟着增加了嘛。再简单来说如果我们可以主动的让市场上面的东西都变得更贵了，那么你买不起了，你不舍得去买了，那你自然就会少花钱嘛。你少花钱你钱包里面的钱对比过去自然就会变多嘛。那这是不是就代表着你现在变得更有钱了呢？美国它是很依赖进口的，你不进口，难道你要让那些吃着牛排吹着冷气的美国人自己去工厂做那些脏活累活，自己把产品做出来吗？而就算这些数据都是有问题的时候，难道就真的可以逼美联储去降息吗？最重要的是，美联储降息真的是在打开金库，美元的资产真的会无脑暴涨吗？就是你去想一下，如果美联储真的要降息的话，它为什么要等到9月才降呢？它去年不就已经紧急的降息了吗？而且降息的幅度还非常的大，速度还非常的快，但为什么它过了几个月之后就突然不降息了？各位，1个月之后你是贫是富，其实就是看你能不能搞清楚这些问题。如果你不想要成为这一次降息的牺牲品，甚至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机会来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于浪费你的时间了，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
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首先我们思考一下动机，为什么美国政府宁愿承认自己的数据造假，也要去逼美联储降息呢？各位，美国政府他要的是什么呢？很简单嘛，就是让自己集团的人可以继续的连任执掌美国嘛，把这个权力牢牢的握住嘛。而要做到这件事情呢，就必须要交出一张很漂亮的成绩单。但问题来了，7月之前，美国的国库里面是不够钱花的。不够钱花的时候呢，国会还不允许美国去借钱来花的。他给美债呢设了一个上限，就只允许你借最多36万亿，因为就怕你还不起嘛。而美国去年呢，其实已经借了36万亿了，不能再借钱了。那怎么办呢？美国政府是不是就要去证明啊，其实美国的经济很好，是可以还得起钱的呢？所以就有了开头的就业数据和经济数据造假。而上个月呢，国会就通过了美债的上限了，就允许美国政府4年任期里面可以多借5万亿美元了。然后美国呢就立马的借了接近1万亿了。OK， 钱就有了，但是花出去的钱反而变多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美债的利息呢是非常高的啊，一年光是还这个利息呢都要还1万多亿美元了，比这个军费还要高啊。也就是说，美国4年只能借5万亿，平均每年是不是最多就只能借1万多亿呢？而每年他要还的利息呢，却要1万多亿。那是不是说，其实美国新借回来的这些钱呢，还没有花出去，就要先拿去还利息了？但是只要这美联储一降息的话啊，每降个1%，其实美国呢就可以少还3700亿了，降个2%呢，就可以少还7400亿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这个世界是被美国操控，但是美国是被美联储操控，而美联储是被资本家操控的原因。因为美国一直以来呢，就是被美联储的资本家透过操控利息来掐着脖子的。只要我不给你降息，你美国政府呢就没钱花。而最重要的是，美国做生意的企业借钱成本这么高，很多都要倒闭的，都要混不下去的，然后就会引发大量的人失业。而那些手上有钱的人呢，也不会拿钱去投资，就放在银行里面赚高利息就好了。这样美国的经济就会变差，经济差呢，你美国政府就没有选票，所以你白宫的人呢，为了拿到选票，就要去听资本家的话，一直以来都是这么玩的。而现在白宫的人却说啊，我就不听你的话，但是你美联储呢，依然要配合我去降息，反正我美债上限通过了，我不需要再去证明美国的经济很好了，我只要你去降息。所以当一放开这个美债上限呢，美国就主动爆出自己的数据造假了，告诉美联储经济已经衰退了，这个利息呢你不想降，也要马上的给我降下来。但是问题就来了，美联储真的只是为了掐着美国政府的脖子，所以才不去降息这么简单吗？各位，美联储降息呢，按道理来说，美债价格是不是就会暴涨了？比如说现在的利息是 5% 嘛，然后卖100块，但是后面的利息只剩下 2% 了，你是不是就要赶快去买这100块 5% 利息的美债呢？那么当越来越多的人去抢这 5% 利息的美债，这个美债价格呢就会从100块涨到110块、120块，对吧？所以美债利息呢都是跟价格相反的，当利息降下来了，价格呢就会涨上去了。也就是说，只要你每一次在美联储降息之前买入美债，那么它降息之后呢，你这个美债一转手卖出去，就能够瞬间赚钱了。所以你会发现了，去年美联储直接快速大幅度的降了 0.5% 的利息之后呢，这美债的价格就直接暴跌了。对，你没有听错，我也没有讲错，降息之后美债的价格是跌了，不是涨的。比如说最多人买美债就是透过这个 ETF， 而美联储一降息呢，这个美债 ETF 2个月就跌了 11%。那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一次，我们会觉得是巧合，但如果发生第二次呢？去年12月的时候呢，美联储又降息了，然后美债呢也是跟着暴跌了，甚至跌得比上一次更快，只是用了1个月就暴跌了 10% 了。所以你会看见美债已经跌了接近5年了，这5年里面，无论美联储是升息还是降息，这个美债都是跌的。也就是说，利息已经对美债无效了。你利息高一点呢，还能吸引住一部分的人去买你短期的美债，但是你把利息降下来呢，反而就没有人去买了，
没人去买了，价格不但不会涨上去，甚至还会像现在这样继续的暴跌。去年美联储呢，它只是小试牛刀，降了2次的利息，美债就已经不行了，所以美联储就只能紧急的停止了降息，这个美债 ETF 才停止跌下去。你可以看见，今年没有降息之后呢，美债跌到红色的那一条支撑位就不再跌了，也就是说，美联储不降息，最起码还可以让美债不继续的跌下去。如果继续的降息，美债继续的跌下去，那会怎么样呢？美国的银行之前为什么很多都破产了？就是因为银行里面最大的资产就是美债，就好像很多人最大的资产呢就是房子嘛，就是他们用一辈子赚回来的钱都买了套房，结果房价暴跌了，他们是不是就要破产了？银行也是一样的，银行把我们的存款呢都拿去买了美债，而美债暴跌了，银行把美债亏本卖，卖完之后呢还不够钱还给我们的时候呢，他们就要破产了。如果一连串的银行呢都破产了，就会引爆金融危机嘛，而这呢还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不止美国，全世界银行还有什么基金公司、保险公司，他们也买了无数的美债了。之前也讲过嘛，比如说日本有个美债杠杆基金，它就直接爆仓了。当他们爆仓了，就只能再进一步的卖美债，美债就只能跌得更惨。而为什么美债一直以来它是一个安全的资产呢？就是因为美元跟美债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跷跷板了。当美债像现在这样利息很高的时候呢，它就会吸引到全世界很多的资金涌进去美国买美债赚利息，这样大家呢就会把钱换成美元，那美元就会涨嘛。所以就算美债价格跌了，但是美元升值了，这个价格的跌幅呢都会被汇率磨平了。比如说今天你拿着100万的美债这个价格跌了 10%， 你虽然只剩下90万了，但因为美元也涨了 10% 了，所以你最后还是可以拿着100万左右的，不怎么亏的。但是现在美债价格跌了 10% 了，而美元却没有涨，反而也跟着跌了 10% 了，这样你去拿100万买美债呢，你就只剩下80万了，那谁还敢去买呢？这就叫做债汇双杀。那么你去思考一下，现在你是美联储，你不降息，美国政府就告诉你将会经济衰退，你去降息呢，美债跟美元就更卖不出去。现在都已经跌得这么惨了，如果跌得更惨会怎么样呢？现在你不降息呢，美国依然是可以维持着 4-5% 左右的利息的，而全世界其实其他国家，比如说欧洲降息之后，它现在只有 2% 左右的利息了。日本就算它是升息了，但也只有不到 1% 的利息。但是美元对这些国家的汇率依然都是下跌的，也就是说，现在就算美国的利息比全世界的国家都要高，但是全世界依然都不去买美债，依然不去借钱给你，而且全世界的钱都是从美国流出去到全世界了。也就是说，就算现在不降息，美元指数呢也从年头跌到现在跌了 11% 了。那如果9月份再次降息的话，会怎么样呢？所以很多人就说美联储是看数据来决定降不降息了。如果是这么简单，那其实找个 AI 不就好了吗？只要通胀率低于 2% 就自动的降息，只要失业率超过 5% 也自动的降息，对吧？现在市场预期美联储 90% 以上的概率会降息，这个概率是怎么算的呢？就是基于这些造假的数据算出来的。而很多人就是基于这个 90% 会降息的概率押注了美国的资产。那万一美联储不降息呢？甚至说降息之后你这些押注的资产暴跌呢？前几年美联储升息的时候，很多人就说美股会暴跌嘛，结果我们呢就无脑买进，美股直接就进入了牛市。而去年美联储降息之后呢，今年4月就直接发生了一次股灾了。所以经济学的理论、新闻，甚至是公司的财报，跟实际的状况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的。如果你把精力都放在研究这些事情上面，你就会把投资理解成赌博。也就是说，你觉得学了再多的投资呢，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最后都是看运气嘛。因为没有散户呢是可以通过这些理论去预测未来到底会怎么样了。只有大户、机构、资本家这些有内幕消息的造局者，才可以完美的做到抄底和逃顶这件事情。所以散户想要透过投资去赚钱根本不是把他的时间跟精力放在研究怎么去抄底、逃顶还有预测未来上面，而是去制定一个大概率能赚钱而且允许自己输得起钱的计划，让自己输少赢多。
而且这套计划和系统呢，是可以贯穿任何资产，包括股票、黄金、比特币，甚至是外汇的。而如果你还没有学习过这套系统呢，我呼吁你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走进我们的股票投资班。而现在只要你订阅了是我的粉丝了，这报名费不用$100，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直接免费。而且我告诉你，这个股票投资班呢，在这个月就会下架了，也就是说里面任何的内容呢，任何福利呢，你错过了之后就没有了。好了，也就是说降息的话，美债会跌得更惨，不降息的话，这个经济呢就直接死给你看。所以美联储根本没得选，真的是这样吗？各位，重点来了，去年9月降息的前几个月呢，其实美债的 ETF 是涨了 18% 了。为什么？因为无数人都觉得降息之后美债就会涨嘛。而去年整个市场呢，一直都在说美联储9月就会降息了，所以很多人就会去偷步，在9月之前买了美债。结果9月呢，它还真的降息了，只是降息之后美债跌得更惨。也就是说，全世界这些偷步去买美债的人全都被套牢了。而他们被套牢了之后呢，也接受了我刚才的说法，就是因为美债利息变低了，变得不吸引了，所以没有人愿意借钱给美国花了，没人去买美债了，所以美债的价格就暴跌了。但问题就来了，美债真的会没有人去买吗？如果降息，美债却反而是下跌的原因，是因为美债没有人去买的话，那是不是说只要美债有人去买了，那么降息的话美债就会涨了呢？也就是说，只要美债有人去买，美联储就可以降息了，对吧？所以整个逻辑的重点不是降息会让美债下跌，而是为什么美债会没有人去买。这能不能听懂呢？然后你去思考一下嘛，美债会没有人去买的吗？现在持有美债最多的是谁呢？不是中国，也不是日本、欧洲而是美联储就算全世界的人现在都不买美债了，美债会不会没有人去买呢？不可能美债一直以来被说成是最安全的资产，为什么？因为美国是一定可以还钱的为什么美国一定可以还钱呢？就是因为美元就是美联储来印的我借你的钱是美元，我还你钱的时候呢，我还是还美元，对吧？而美元是美联储可以去印的，也就是说最差的情况，美国政府真的还不起钱了，但是美联储依然可以去扩表印钱，然后借钱给美国政府，让他去还钱了，对吧？再简单点嘛，最差的情况，就算全世界都不借钱给美国政府花了，美债都卖不出去了，但是美联储都是可以扩表印钱去兜底美债的，去借钱给美国政府花的。也就是说，去年9月美联储降息之后，虽然美债价格是跌了，美债虽然是没有人去买了，但其实只要美联储他去扩表印钱，然后自己去兜底美债，就是全世界他想要卖多少美债，我美联储就买多少，那美债价格是不可能会跌下去的，甚至会涨上去的，对吧？比如说19年疫情，然后20年美联储直接把利息降到0了，但是为什么美债还是可以涨到最高 33% 呢？就是因为当时的美联储不但降息了，还扩表印钱了，它直接印钱，然后下场去买美债，推高美债价格的。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去年9月降息之后呢，美联储它不去扩表印钱接盘美债呢？今年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很多的债券基金，或者比如说台湾的寿险公司、日本的农协都要做什么呢？都要被迫止损贱卖美债。为什么？就是刚才说了，比如说我买了你台湾保险公司的寿险，然后保险公司呢就会把我付给他的钱换成美元，然后去买美债，赚这个稳定的利息，用来赔付给我的。而去年9月之前全世界这些保险公司和银行都出手抄底美债了，觉得美债降息的话，价格呢就会涨。结果美联储它不去印钱接盘，美债暴跌了，美元也暴跌了。这些在高位买了美债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呢，就要被迫止损贱卖了。因为如果他们不卖的话，就还不起钱，赔不起钱给我们了。所以现在跟去年是不是很像呢？整个美国都在告诉你9月份降息的概率很大，然后呢，全世界都冲进去抄底美债，结果9月就算真的可能降息了，
但是美债的价格却可以暴跌下去了。那么你现在以为的抄底呢，其实就是抄在最高位。再简单来说呢，就是透过降息的预期，吸引到全世界的人在高位接盘美债，但是降息之后呢，美债价格却被砸下去，全部的人都被套牢了，然后贱卖美债了。这时候美国资本家就可以抄底全世界贱卖的美债，然后扩表印钱，推高每个债的价格了。也就是说，9月份美联储降不降息呢，其实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美联储它会不会扩表印钱。只要它不去扩表印钱，降息反而可能就是一个暴跌的信号。而一旦扩表印钱呢，可能美债跟美股都涨了，但是美元却因为钱变多而暴跌了。所以对于我来说呢，美元的资产，无论是美元、美股、美债，在目前这一刻都不太吸引。之前我讲过很多遍了，很多人就说嘛，这次的股灾，扫地僧你错过了美股的反弹。是的，就算我团队带着我补习班的弟子去短线交易美股，但是我自己呢也是没有去布局美股的。因为你会发现，股灾之后，不但美股涨了，其实全世界的股市，比如说欧洲的股市、香港的股市、台湾的股市也都涨了。那我为什么要去布局美股呢？比如说我们内部补习班的弟子就知道，我们在6月27号开始呢，就布局了一只台股2368，然后它过了3天，也就是30号的时候呢，就突破了我们的买入点。具体的操作可以看这张图呢。而现在这只股票呢，已经涨了64%了。还有比如说港股的2252，黄金、比特币、白银都让我们拿到不错的利润。我讲这些呢，其实不是想要炫耀什么，只是美元贬值的风险这么高，但是全世界资产都在涨的时候，那就算美股涨嘛，其实也变得不太吸引了。而如果你想要知道我们投资的逻辑呢，想要获得我布局的思路以及最新的消息的话，那么我只能说，还没有看股票投资班的，趁着现在还是免费，趁着里面还有送福利，趁着这个月下架之前呢，赶快去看吧，因为错过了进场的机会，不知道又要再等多少年了。好了，今天这部影片，如果你觉得有些细节你听不懂的话，我建议你把我前2、3期的影片看完，这里我多说几句，就是我影片的逻辑都是环环相扣了。你不看之前的影片，有人就会觉得我在马后炮，但其实很多东西早就说了，我不能每一次都解释，这样会很烦，影片也会很长了。所以你最起码看完前2集嘛。而最近的局势只会更加动荡，但时间关系呢，只能在此结束了。不过下一期你预期会怎么样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留言给我的，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